你敢相信吗？2名新加坡青年，18岁的姚千颖和16岁的袁和罗，获选为世界扫盲基金会青年大使。当很多国家还在努力把本国教育做得更强时，新加坡已经在往前走一步。怎么把教育优势变成国际影响力？过去，新加坡教育擅长培养人才，今天他开始更明确地培养另一种人，能影响社会的人，能参与国际事务的人，能把新加坡经验带向世界的人。这件事看起来不大，但它很可能在提醒我们，新加坡教育的下一阶段已经开始了。当一个国家已经把学生培养得很优秀，下一步要做什么？继续只盯着分数和升学已经不够了，因为优秀是门槛，影响力才是更高层的竞争。所以这次2位青年获选，不只是个人履历上多了一行荣誉，它更像一个信号。新加坡教育的目标正在从培养优秀学生走向培养有公共价值、有国际参与能力的人。而这类变化通常不会先写在口号里，它会先出现在青年身上。过去一提到亚洲教育，很多家长脑海里浮现的都是同一组词：考试、排名、升学、竞争。新加坡当然也有竞争，而且一直不轻。但这几年，如果你持续看学校和教育政策的变化，会发现重点在慢慢移动。学校越来越强调服务学习、社区参与、全球公民意识，还有社会影响力。这个转向非常关键，因为 AI 正在改写竞争规则。未来最有价值的人，未必是最会做题的人，而是最会理解真实问题、组织资源、推动解决方案的人。所以现在越来越多学校鼓励学生走出课堂，去做社区阅读计划，去参与长者服务，去支持特殊需要群体，去做环保项目，甚至接触国际公益合作。新加坡教育部这些年反复强调一个方向：教育不只是传授知识和技能，也要帮助学生建立责任感、韧性和对社会的承担。换句话说，教育的终点不应该只是把孩子送进一所好学校或者一份好工作，更高的目标是让他们进入社会之后能对别人产生正向影响。2位青年大使为什么值得注意？就在这里，他们不是只代表个人优秀，他们代表的是一种新型教育成果。孩子不只是会学、会考、会表达，孩子还开始被期待去参与、去贡献、去回应更大的公共议题。接下来还有一个更值得深挖的问题：为什么这次被放到国际舞台中央的偏偏是扫盲和阅读？你可能想问，为什么是扫盲？为什么是阅读？答案其实非常现实，因为在 AI 时代，阅读不是变得不重要了，而是变得更稀缺了。现在很多人以为有 AI 搜索，有生成式工具，信息随手就能拿到，孩子以后是不是不用那么强调阅读了？恰恰相反，AI 能给你答案，但它不能替你判断答案值不值得信，它不能替你建立稳定的理解结构，也不能替你形成真正的逻辑能力。深度阅读训练的正是这些底层能力：理解能力、分析能力、逻辑能力、表达能力、批判性思维。未来谁能更好地驾驭 AI， 往往不是谁提问更快，而是谁读得更深，想得更清楚，判断更稳。新加坡长期非常重视阅读文化建设，这不只是学校里的语文成绩问题，也不是图书馆借书量这么简单。国家图书馆管理局多年持续推动全民阅读，社区、学校、公共图书馆之间的连接也做得很密。阅读在新加坡早就不只是学习工具，它是整个社会认知能力的一部分。所以当国际组织把扫盲放在核心位置时，他关注的从来不只是会不会认字，他关注的是一个人能不能通过阅读获得理解世界、参与社会、改变命运的能力。放到国家层面，这就是人才战略。也正因为如此，新加坡青年在扫盲议题上被看见，不只是做公益这么简单，它背后其实连着这个国家更深的一种布局。越来越多国家在研究新加坡数学，研究双语教学，研究职业教育体系，研究教师培养模式，也研究它怎么把课程
评估和国家发展连接起来。教育影响力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经济优势可以被复制，技术优势会被追赶，但一套成熟的人才培养体系很难在短时间内照搬成功，因为它背后不只是课程设计，还包括教师质量、文化习惯、制度稳定性以及社会对教育的长期共识。所以当新加坡青年开始进入国际教育组织、青年平台、公益项目时，这种影响力就不再只是官方层面的输出，它开始变成一种更柔软但更持久的扩散。别人看到的不只是新加坡有什么政策，而是新加坡培养出了什么样的年轻人。一个国家真正强大的软实力，很多时候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他的人走出去之后，让别人感受到什么。两位青年大使的意义也在这里，他们让外界看到，新加坡教育输出的不只是成绩单和升学率，还有价值观、公共意识和行动能力。很多国家都在谈人才培养，但真正更高阶的目标，其实不是把孩子培养成优秀学生，而是把他们培养成能影响世界的人。新加坡这几年为什么越来越重视青年国际参与？原因就在这里：国际志愿服务、青年领导力项目、全球公益网络、跨国教育合作，这些都不是点缀，他们是在训练下一代进入更大尺度的现实问题。像世界童军运动组织这类国际青年平台，也长期强调青年领导力、全球合作和公民参与。新加坡青年在这些场域里越来越活跃，本身就说明一件事：这个国家已经不满足于只在本地定义成功，他开始把青年放到国际坐标里去培养。因为未来国家之间的竞争，不只是企业竞争，不只是科技竞争，更是人才影响力的竞争。谁能培养出更多有国际视野、跨文化沟通能力，又愿意承担公共责任的年轻人，谁就拥有更长期的优势。所以这次两位青年大使的出现，不应该只被看成一条温和的好消息，它更像一个缩影。新加坡正在做的是把教育成果慢慢转化成一种可以被世界感受到的人才输出能力，而这件事一旦形成规模，它带来的回报会远远超过一两次奖项本身。新加坡教育正在发生深层的变化。过去，新加坡教育追求的是培养优秀学生，今天他越来越清楚地在追求另一件事：培养能够改变社会的人。过去，新加坡向外输出的是产品、资本和服务，未来它很可能越来越多地输出人才、理念和影响力。当一个国家开始把教育优势转化成国际影响力，当年轻人开始参与全球公共议题，当人才不只是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开始影响别人的命运，那教育的意义就已经不只是考试和成绩。对于资源有限的新加坡来说，真正决定未来竞争力的，也许从来都不是土地有多大，人口有多少，而是能不能持续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愿意承担责任，也有能力改变世界的人。你怎么看未来最重要的教育目标？是高分？是创新？还是社会责任感？欢迎把你的看法留在评论区。如果你喜欢这期新加坡教育趋势和国家战略的内容，记得点赞、转发，也可以订阅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